就在缅甸战事风起云涌的当下，缅北又传出重磅突发消息：善邦东部蒙拉主席林明贤于8月7日因病去世，享年76岁。林明贤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前半生投笔从戎，纵横缅北丛林，后半生励精图治，将小蒙拉打造成缅甸和平发展的典范。林明贤自1989年随同彭家声、鲍有祥、丁英脱离缅共，在缅甸善邦东部组建军队，主政四特区以来，已经有整整35年。在他的治理下，蒙拉地区在缅甸连年内战中独树一帜，与缅甸的135个民族都能友好往来，经济建设也蒸蒸日上。林明贤又名吴在林，出生于缅甸善邦，父亲是东南亚华侨，祖籍海南。其父抗日时期随陈嘉庚先生下南洋，后参与运输援助中国的抗日物资。母亲为善邦本地傣族邦赛人。林明贤出生后随父母迁至中国生活，童年在广州长大读书。1968年，林明贤到云南边境插队，后进入缅甸加入缅共，参加缅甸人民军。1969年，林明贤成为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303部队特务营战士，参加波波山伏击缅军战斗，击毙缅军第2快速机动师副师长丹茂上校，立下1等功，被授予缅甸人民英雄称号。1970年，林明贤参加南下腊戌战役，原本计划是奇袭腊戌北部的缅军机场，后因缅军飞机已经撤离，改为突袭缅军控制的腊戌第9堡火车站片区。1971年，参加滚弄战役、萨尔温江战役，因作战勇敢2次被授予缅甸人民英雄称号，历任班长、排长、炮兵营政委、旅参谋长、第2旅旅长。林明贤作战勇敢又富有智谋，数度受到缅共中央的嘉奖。1972年，因全面扩大根据地的需要，林明贤被派往善邦东部地区，开辟815根据地，下辖8152和81553两个中队。由于指挥能力出众，1974年，年仅29岁的林明贤便成为815军区司令，是当时有名的丛林骁将，素有缅甸小林彪之称。脱离缅共成立四特区之后，林明贤在行政方面完全复制中国模式，但仍然推行缅甸本土化政策，如缅语、傣语、哈尼语等皆与汉语一样具有官方地位。1991年，林明贤领导的善邦四特区开始禁毒。1997年4月，他宣布四特区为无毒区，得到联合国禁毒署的承认。在快速禁毒后，积极吸引外资，以旅游业和博彩业吸引外国游客。农业上通过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种植，从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蒙拉的社会稳定。在军队建设方面，林明贤沿用了缅共时代的建军方法。普通士兵出身的林明贤颇为体恤士兵，能用包括汉语在内的各民族语言与士兵交流，提高部队的生活待遇。值得一提的是，蒙拉军正式名称是善邦东部同盟军，与果敢同盟军遥相呼应。家庭方面，林明贤先后有2人妻子，原配夫人为中国知青张文英，2人育有长子林道德、缅文名吴腾林。他也是目前善东同盟军的总司令。早在2019年，蒙拉就明确了接班人，确立了林明贤为核心、林道德为代表的双首长制。首先，我谨代表善邦东部第4特区和平与团结委员会，代表吴在林主席，向远道而来的各位贵宾和朋友们致以热烈的欢迎。1980年代后期，张文英病逝后，林明贤续弦原果敢主席彭家声的长女彭兴春，2人育有1子，目前定居在新加坡。也就是说，林明贤是果敢同盟军司令彭德仁的姐夫。林明贤突然离世，对缅北的震动也很大，包括果敢、佤邦3兄弟联盟方面纷纷发电吊唁，另有100多家缅甸革命武装发电慰问。目前对于缅北的战事，蒙拉和佤邦一样名义上保持中立。不过前段时间在果敢同盟军腊戌战役的关键时刻，蒙拉也顺势占领了多年要求的蒙软，而蒙拉军进一步进入蒙阳后，却在缅军的反对下撤出了。林明贤的离世，加上去年佤邦副主席孝明亮也因病去世，当年这一代老缅共的革命家正在逐渐凋零，新的一代又有多少人能继承革命先辈的意志呢？当然，在果敢同盟军成功拿下缅军东北军区司令部腊戌后，已经达到了当时缅共人民军都没有达到的战略高度，而且腊戌战役的示范效应还在扩大。腊戌到曼德勒沿线的西部基本已经被同盟军全面包围，缅军只剩3个营的守军。德昂军与人民保卫军组成的联军，在彻底解放角梅和脑丘之后，已经沿脑丘、角谷公路追击缅军到达当坎，正连同德努人民解放军对周边的缅军指挥部进行清剿。同时，曼德勒周边的马德亚和德贝京也正在爆发激战。由于传闻联军下一步会对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和宾乌伦发起进攻，当地百姓也开始排队抢购汽油和生活物资，而缅军也已经从首都内比都调集大批部队部署到曼德勒周边。据说缅军海军军舰也已经沿伊洛瓦底江北上，其中宾乌伦可以说是拱卫曼德勒省东大门的战略要地。城内有缅军国防技术研究总部、国防学院、国防服务学院、军医大学、
培养了大量的缅军中高级军官，其中包括缅军最高指挥官敏昂莱和副大将索温，以及绝大多数的缅军各大区域负责人、指挥官都有冰乌伦学习和受训经历。然而，随着腊戌迅速沦陷，冰乌伦的缅军也出现了动摇。多家缅媒报道，驻扎在冰乌伦城内的缅军已经有不少家属主动离开城区，前往曼德勒市，导致曼德勒入城口车满为患，各个车道几乎同时堵塞。与腊戌类似，缅军在冰乌伦的各个大学院同样被打造成堡垒。而早在2019年8月，果敢同盟军211旅、德昂军第2旅和若开军北善邦部队就曾经长途奔袭进入冰乌伦城区，短暂攻击过缅军位于技术大学的据点。目前，德昂军与曼德勒保卫军组成的联军在周边的战事已经攻占了曼德勒省北部和东部近35座据点。缅军在蘑古外围的最后一座据点148指挥部也已经被拿下，标志着孟密经蘑古、新古直至马德亚的通道已经基本畅通。可以预见，一旦周边的卫星城被清扫，联军就会兵临冰乌伦城下，而冰乌伦身后就是一望无垠的曼德勒大平原。革命联军直取曼德勒入主中原，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缅军首脑敏昂莱在众叛亲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明确拒绝中方斡旋的三兄弟联盟与缅军方第6次海埂会谈之后，中方负责协调的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亲自前往内比都与敏昂莱进行沟通。敏昂莱还是一贯的说辞，表示会在消除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上做努力，然后明年会举行自由和公正的多党民主大选。然而他的实际行动却已经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在先前的东盟会议上，敏昂莱致辞并宣布将担任俄罗斯与东盟成员国关系协调员，为期4年，同时让缅军旗下的拱发党主席用反恐的名义邀请俄罗斯军队进入缅甸，并已经组织冰乌伦中央参谋学院的俄语系学生准备接待俄方人员。有消息表明，隶属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即将入缅参战，而缅甸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丁昂山上将已经率领代表团出访莫斯科。所以，为什么敏昂莱一定要把大选的时间拖到2025年呢？之前节目我们也分析过，缅军方和俄罗斯意志深度绑定，而俄罗斯由于目前困于俄乌战场，才没有余力为缅军方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今年11月份，美国将进行大选，一旦川普当选，就有可能为了美国的实际利益，停止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武器，很多西方国家也会纷纷效仿。失去了西方军援的乌克兰，势必在俄乌战场落入下风，届时俄罗斯就能以最大的利益抽身，而大批在俄乌战场淘汰的武器会提供给缅军方。所以敏昂莱现在引入瓦格纳只是一个开端，到时背靠俄军，手握大批重武器的缅军还会是现在的态度吗？还会如愿进行民主选举吗？就算如期进行选举，谁又能保证下一届当选的总理不会是昂山素季的下场？假如敏昂莱真的有意还政于民，当下就应该用行动表明态度，比如直接释放一直被软禁在内比都的昂山素季，邀请各大明第5成员联合成立改革委员会。这些工作并不一定要等到明年。宜将胜勇追穷寇，相信见惯了缅军出尔反尔的革命联军方面不会上他当。德昂军总司令达艾彭和克钦军主席恩板拉已经先后表明会将革命进行到底，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